昨日，王后提醒了寡人，玉姐有缘人。你们姐妹，谁能把这个匣子上的机关解开，大概就是这和氏璧的有缘人。既然这玉在你们手中轮流掌管，正好一人一日去解开。解开者获玉，这应当算是公平吧？大王主意甚好。臣妾与月儿原本就是姐妹，无论谁输赢，都不会伤了姐妹情分。王后说的是。好。奴婢看，这是一只老虎。当然是老虎，让我数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老虎有9个脑袋。有9个脑袋的老虎守着这块和氏璧，这是不是说，如果没有9个脑袋，就别想解开这个机关？也有可能是说，得9个脑袋一块想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。我才看了一会儿，眼睛就花了。珍珠，去找永相令，让他把宫内外最好的能人巧匠都找来。大王虽说让我和芈月分头动手，但没有说不可受他人指点。况且宫外见多识广的人多，总有谁能帮我打开这个机关。是。八子，这2日，王后那儿人来人往，因为有赏钱，宫中一下子冒出不少自称懂奇门遁甲、阴阳五行的能人，不知这几位又是什么路数？函谷关刚刚开战。假若他们真的懂奇门遁甲，何不到函谷关去排兵布将，军功授爵得赏禄，还用得着为这几个赏钱绞尽脑汁？他们人多，或许能撞上呢。解机关又不是打狼，人多就能保证赢的。我看你呀，倒是不慌不忙的。我们走吧。夫人，芈八子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你去说，今日我身子有些不舒服。是。姐姐，姐姐不必多礼。妹妹一直牵挂姐姐，却总没来探望，该向姐姐赔罪。八子快坐。姐姐如何不舒服？前几日我腰着了风寒，酸酸的疼，并无大碍。那姐姐不妨试试妹妹一秘方，用那山里的石吊兰和杜仲煎水，早晚各喝1碗，3、5日后定有成效。此话当真？奴婢腰疼时，八子就用这个偏方给奴婢治病，真的很有效。这2种草药都清毒祛湿，又随手可得，用起来方便得很。那我今日就差人去弄，如果治好了，当真要谢谢妹妹。姐姐太客气了。彩绿，快去太医院按这个偏方把药抓来。是。我听说大王让你和王后分别去解那碧玉匣子上的机关，姐姐猜你应当天天忙得很，怎么得空到我这来闲坐？做事若高下在心，事半功倍；若心中无数，则事倍功半。姐姐是宫中唯一知微知章之人，妹妹到姐姐这来闲坐，定不会空手而归。妹妹谬赞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妹妹的意思我懂。那和氏璧的匣子我看过了，
实在是过于蹊跷，悟不出个头绪来。记得我儿时在楚国，曾见过公输班做的竹药，轻巧活络，不输真鸟。这几日我翻看墨子等书籍，还知道公输班做过不少精妙之物。我想那匣子会不会与公输班有所瓜葛？公输班早已驾鹤成仙，不过那匣子与他的传人有关，倒是有可能的。记得有人告诉我，公输班还做过一种暗锁，是用做木器的下脚料磨了磨，锯了锯，凹凸相对制成，一个个做成动物或房屋或器具。和氏璧的匣子该是道理相通。妹妹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提醒了我。世人管那玩意儿叫鲁班锁，解起来颇费脑筋。你若是猜不透它的重要关节所在，费了多少功夫也解不开那把锁。是啊，那个匣子的重要关节在哪儿呢？奇异之物，自然要到奇异之书中去寻找。除了读庄子、墨子，还应当读一读那奇书之冠《山海经》。哎，你看这个了，这头一见这样的啊！是，看看啊，要解开它这不容易啊！再好好看看啊，看看。王后别发愁，依奴婢看，今日来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，重赏之下，定能破解这个匣子。不是来发牢骚，是想办法呀！哎呀，你这样不行，不可以下手太重。我算看清了，贪图小利都不会有什么大志。王后的意思是，这些人眼里只盯着我的赏钱，如何能指望他们？反正找不到解开的办法。我看应该是不如小机关把它给砸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，这不可。伤到和氏璧怎么办？立刻使不得。王后，打探到什么？那个元儿是芈月那边做粗使的，我答应他事成之后转到王后跟前做使唤，并少不了他楚国家人许多好处。其实我也不用他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，多长双眼睛便是。奴婢明白。对不住，我帮你解。姑姑摔了我没什么，摔坏了八子要读的书简，那就麻烦了。八子怎么要读那么多书啊？这还算多呀！今日只是《山海经》就差不多装满了小半车，明日要搬《庄子》，10万余言，至少啊要1车了。《山海经》元儿，你怎么在这儿磨叽？后院还有活要干呢。是。王后，奴婢刚刚得知，芈月让人去书库取了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还有墨子和庄子。芈月做事向来胸有定见，快去把宫中这些书都搬到大殿来。今日和氏璧在芈月处，那些人也正好闲着，让他们都找找，看看这书里哪一处和这匣子靠得上。是。月儿，喝点水。这都看了几日了，饭也没好好吃，觉也没好好睡的。这块玉真是害人不浅。姑姑，八子说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出那只怪兽的出处。这匣子上4面都有只猛虎，每只猛虎都有9个脑袋，这一定有点什么意思在里面。有了，这只神兽是开明兽。什么？我念给你们听听，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里是这么说的：开明兽，昆仑南渊深300仞，开明兽身大类虎而9首，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。 9个脑袋的老虎。
一定是他，9个脑袋的老虎，开明兽。老人说，这昆仑天界有9道门，这开明兽是给天界守门的。对，庄子在大宗师里称他为奸物。既然他是为天界守门的，那让他来守这块天界宝玉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这下好了，知道他的来历，破解这匣子的机关就容易了。皇后，那个元儿说他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开明兽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西经》。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10000仞，上有木河，长5旬，大5围，而有9井，以玉为坎，面有9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氏璧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。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，让他们用开明兽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开机关，有重赏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书里有记载，说大鹏国曾被殷商讨伐灭国，但据我所知，彭人子孙并没有罢休，他们就此往南迁移建国，后来还参与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楚国灭掉了。寡人还知这彭国是你们楚国最早灭掉的小国之一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为了这和氏璧已经废寝忘食，但是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，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？臣妾查出了，这匣子上的神兽是开明兽。在蜀地传说中，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，后来被鳖灵降服，并为建国立功。鳖灵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国后自称为开明氏。但也有种说法，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，死后上天，才化作了开明兽。臣妾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寻些蛛丝马迹。前朝重臣为了准备与吴国交兵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们这边为了和氏璧，斗得难解难分。寡人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，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，省得你们左右为难，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。谁料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却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个好胜女子，若这匣子的机关
被王后那边先打开，你会怎么样？臣妾虽没有破解机关，却读了许多好书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哎，你再试试啊！这些日子这方法很多种方法，不行吗？你看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！这觉得还是想不开呀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王后，你们琢磨这些日子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？王后，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无非就3种。第一种是抽根法。什么是抽根法？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预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没有榫卯的木条，只要找到这根木条，把它抽出来，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。第二种是错开法，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都是有轴的，只要找对了方向，沿着轴平行错动，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3种呢？第3种就是旋转法，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，把它们一根根的拆下来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，那赶快呀！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么会？王后，我们甚至还把这些解法对应8门9星、阴阳5行、3奇6仪、各种牌局、方位都试过了，依旧劳而无功啊！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王后恕罪，我们以为这匣子的机关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解。一帮废物！王后恕罪。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。你说事情完了，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还有我家里，放心吧，王后给楚王去了信，让他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。谢谢王后，请她放心，我元儿哪怕拼了性命，也为王后保住这块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开明兽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长着9个脑袋的老虎？或许这开明兽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，或许它只是个引子，用意是要我们留意《山海经》。引子？香儿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经》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。好。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，各篇章都是以南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南开始。这么说，这南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南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
这四面除了开明寿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鱼害人，果然不错。我都饿了一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一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东西南北四宫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兽，说不通啊。对，南为朱雀。尚书尧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很多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月儿，八子，月儿，八子，月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月儿，八子。八子怎么样？密八子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。大王。微臣只是初步判断密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
再以犀角牛黄驱毒，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米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黑色的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我这里有解毒药。芈月这次自寻死路，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。你们不懂，这药可以救命，也可以惹祸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祸却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，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听警士说，王后也吓坏了，她还吃了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。下一步会不会牵扯到我们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从今日起，紧闭门户，跟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个惹祸的东西。我们跟他从无关系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么来了？此毒确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。楚国？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，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该不是一种，至少是3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。雍瑞那边有消息吗？中行先生特立独行，神龛也可以当信使用。
干什么呢？小人是做小买卖的，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赶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么错呀，官爷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阳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审。带走！不是，官爷，我没犯什么错呀。大王，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后主使中行期已经给抓回来了。抓了？是。问他们有解药吗？中行期虽很严，一个字不肯吐。倒是那个范谷什么都说了，他指天发誓说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老农派人在他的铺子里搜了个遍，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药。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找不到解药。马上重审那个范谷，还有，让雍瑞一定要撬开中行期的嘴。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说，那个中行期曾经与张子有来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让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据报，韩国已为大战制造弩箭40万支，长矛15万支。赵国征集战马2万匹，征兵8万；魏国也已征集重甲武卒1万人，战车2000架，征夫3万人，征兵10万。楚国更是答应20万兵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国和齐国，诸国的兵马统共在60万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甘茂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，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奇，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宁华，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，臣在。你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相、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。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，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张子，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是非当中。哼，这和氏璧，说来惭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缘。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吗？关心则乱，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种种之蹊跷。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士当中有一人叫中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，实在令人瞩目啊。知道，我们相识在魏国，是个能人。哦，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，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府。雍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，如今他在我的手里。
大王，你有何事？臣妾知道，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，臣妾感同身受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女医之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景氏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换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王后这几日好忙啊。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之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
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。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第二层，左下第一个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，弄不好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其解药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芈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啊？大王，芈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
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禁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期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秦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是君臣之间必以信，是夫妻之间必以诚。眼下寡人到底是疑心太重，还是真的无人可信？事关我大秦福祉，实在让寡人左右为难。芈月，芈月，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竟然认不出寡人了。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芈月醒了。是。
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它，你为了它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们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2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淌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。在我秦宫里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沁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，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，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
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三言两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基地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围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张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要急事求见大王。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成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木间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月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。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范谷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市价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，只因他们有备而来。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张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
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，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设计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朝阳当统帅，朝阳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朝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工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朝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朝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朝阳不过是误会张仪盗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，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不妨派一辆好车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
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我乃肉体凡胎，当萎靡时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。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？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，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
明月说得好。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……来人，来，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盘狗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芈月，你出事了。大王，此番出国已经对我大秦举兵，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快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，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，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着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士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是为知机者死，张仪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玉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氏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
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调整。如何调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后背、肩膀易受攻击，其甲衣由前甲、后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骑兵必须便于骑射，其甲衣就比较短小，仅到腹部，没有披帛。还有车御，他们的手、臂、颈易受攻击。孩儿让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和后甲，还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领。好，华儿真能干。函谷关大敌当前，孩儿愿为父王分忧解愁。华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辜负过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个娘亲又做错何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前阵子和氏璧的事吗？宫中人人皆知。你那个娘亲又在搅浑水了。父王，娘亲糊涂，请父王宽恕。孩儿定以命相劝，让娘亲好好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错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摄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，因此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，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假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玳瑁姑姑那儿，玳瑁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我听明白了，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
交代的一目了然，快随我去。是。龙文狐1个，金银错云纹尊1对，云纹狐2个，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罗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视察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查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朝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朝阳的亲侄女。你们给我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1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景氏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姐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1、2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姐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姐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大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，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侍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叫祸不单行。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去宣示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
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继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刺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诗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誓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人在后宫，如周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，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月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，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，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。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大王，臣妾这是才看到，刚刚摘下这几枝，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刚过不久，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。哎，仙儿慧儿，
你们多带些人过去，多摘些，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，让大家也天天喜气。是。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来了？刚才在王妹妹，这份策论讲了一大堆诗书礼乐教的好，可又讲了一堆清静归隐、安贫乐道。这世子说他是儒家，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。儒学中有多个学派，我想这个世子推崇的，该是儒家中的颜氏之儒。颜氏之儒，挂上牌子：物因之而动之，法天地之始，万物自然。甚至不得不然而为。都2个多时辰了，我也真是有点乏了。珍珠，你去给我们姐妹烹壶好茶来。是。姐姐乏了便歇一歇。这些策论读起来虽都新奇有趣，但分类却是个心细的活儿，急也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那我可就真歇歇了。父王，出何事了？大公主有难了。